在教堂里祈祷。死者的迷宫是墓碑和石头教堂。圣经阅读，教堂重建。重建后的规模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华彩风格，很多细节部分有金片、显眼的地方放置图文。彩色玻璃上有捐献人的签名。最显著的特点是墙壁装饰，有镀金和镀铬，有东方风格的几何和直图案的，以蓝绿、红和金黄色调为主题。雕刻也用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方式。盛贵的华盖具有自己的建筑设计风格，是受到了西班牙阿尔罕布拉的影响。西班牙会堂的展品与会堂起源的时期密切相关。西班牙会堂与梅瑟会堂的展览都展示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犹太人的风格。摩尔风格表达了本地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的野心，也表达犹太人支持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想。中世纪的犹太权威学者麦蒙尼德，他曾住在西班牙，几个世纪以来，那里一直是犹太人的教学中心。为什么摩尔风格是犹太改革者首选的建筑样式呢？因为当时是浪漫时代，人们对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兴趣，到完全获得解放，还有在战争期间。19世纪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布拉格犹太人中的显赫人物发现汉堡、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犹太文化有了变化，他们受到了启发，为了新的崇拜需要，做出了改变。他们安装了新的文
梅瑟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对布拉格犹太区的领导角色。而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美化了犹太区。他建造的3座犹太教会堂、民政埋葬协会、学校、医事狱、祭品院，重建了犹太市政厅，平了贫民窟的道路，扩建了犹太区。同时代的大卫·甘斯，在他著名的编年史提到梅瑟是科学的赞助，一个不知疲倦的犹太恩人、教育头号商人。此编年史也可以在此参观看到。自从唯一被允许骑马的犹太人莫尼改·梅瑟，至今已过了400年，但那个时代的记忆还依然。侵略